我们今天来改一下这个学员的作业，讲一下我的一些思路。稍微处理一下现有颜色，我们选它固有色，稍微亮部一点的固有色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。这里你要明白一点，它的这种层层叠叠的很厚实的这种肌理感是不可能复刻出来的，做不出来的。这个要明白，而且包括它背景这些杂糅，仔细观察一下它这种杂糅的这种小颜色，它比较难做。如果是说你只是想做这个主体的练习，后面这个背景都可以去忽略它，无所谓。稍微取这样的一个颜色，没有经验的同学他就会取成纯白色，有些同学他可能喜欢灰色，这个地方他应该取一个淡黄的颜色。为什么？你看整体的这个地方它是不是有点发黄的一个色相？感受一下子是不是有一点？虽然它这个颜色很复杂，但是你给它取一个大致的印象的颜色，它跟白色是不一样。涂一下固有色，肤色这个地方选一个肉粉一点的颜色，大致的跟它这个感受上差不多。帽子就是淡黄的颜色啊，鲜亮一点。背景给一下。它这个黄色，它其实也是一个什么很丰富、很杂糅的颜色，但是我们先不管，我们先给它就这样子大致的做一下。OK， 现在这个颜色大致铺的差不多了，来判断一下它这个阴影这个地方是什么颜色啊？这个地方哈，来大家记一下哈，五色之间它可以形成一些，它可以综合形成白色，这个就是很典型的例子。它的白色是通过蓝色再加上反的一些黄色共同形成的。它的这个白色，所以它整个蓝跟黄，它在其他地方的色彩倾向也是有一些发蓝，有一些发黄，是可以这样子感受到。你像这个帽子，你看它这个地方蓝色其实很简单，它不是太阳光，它这里假设一个光源，它是一个暖一点的光源，它不受太阳光影响的这个地方，大气穿过，把那个大气想象成一个蓝色罩子，在正午的时候，它穿过来这个天光的很多时候，它到处反射的一些漫反射，它就变成了一个蓝紫色的天光了，它都是受这些天光的影响。它应该全是蓝紫色的，但是呢，因为有一些光，它在这个地面，你看这个黄黄的沙滩地面，它这个光，它其实到地面上，它反光又比较强，所以它又会把一个向下的一些面，它射成什么？射成一些偏黄一点的色相，感受一下。所以它这个地方基本上处在这个背面，但是它这个面又不朝下的面，它是发蓝紫的，这些面它是发黄一点点的这个色相。其他固有色部分也受这个影响，你看这个地方发绿，你看黄加什么是绿，整个它的阴影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发绿的这个倾向，受这个蓝紫的这个天光的影响。但是走到这里，它能透过一点点这个黄，你说它透光也好，你说它底下反光也好，也是这个蓝跟黄交织的一个效果。整个的它这个面部也是发蓝发灰的一个地方，它也有一些什么比较暖一点的地方。然后我们知道这个效果之后，我们先给它一个蓝紫色的天光，给一个差不多的就可以。如果它这个东西给的不准，我们可以继续调哈，正片叠底啊，点击蒙版。暗度的给的还不够啊，这个地方如果是说有水平高一点的同学，他可能觉得它这个地方颜色是不是有点不正？它那个颜色整个色调可能它要更发绿一点点，没关系，我们后续可以继续来调整它。但是这块它不叫黑白叠色，黑白叠色相当于什么？相当于是你画了一张素描，相当于是你画了这样的一个素描，你把这个素描导出来，你在这个素描上你再去做颜色，你是黑白，你先全都塑造完了，你再在上面去简单的叠一下颜色。理解这个点，不是说我这个地方我拿一个纯灰色，我再改颜色，它就黑白叠色了，不是的，差不多大致给一给。这个其实这个位置很好找，这个就直接给照着画就可以了。你看整体它是有点点稍微有点发绿的那个色调，我们把这个东西稍微转一下，就是转到一个我们觉得这个差不多比较接近的一个地方，背景其实也都可以就这种方式去处理一下，就微调一下，因为其实你直接照着取色，肯定有些地方它没有那么准，其实这个时候可以稍微的去稍微给一点点吧，给一点点光影的虚实，虽然它不是整个画面的重点，但是你做图你多少还是修饰一下下。我继续再说一句话，它这种很有肌理的这种真实笔触带来的这个效果，就是怎么说？你如果要复刻效果，你一开始做笔刷就应该带这个效果，或者是你后期，比方说你在叠层纹理上面，或者是怎么样的去处理它。如果你一开始像我们现在这种哈，用这种就是几乎完美的这种，就是很规整的这种板绘笔刷去做，它是做不出来的。它这个效果它也会附加一部分色彩感受，但是这个色彩感受你丢失你无所谓，因为你本身你就做不出来，你就复刻不出来，就不用去在乎它。OK， 我把每一层给它保留着哈，二法锁定。我们现在开始调一下这个颜色，我个人推荐你大致的这个方向调准了之后，你就用笔刷去做它的就可以，你不要拿喷枪去做它，因为反光它是根据结构面去做的。感觉这个地方稍微有点点这样子偏绿偏黄一点点这个效果，整个的这个地方简单刷一刷，没有必要追求100%一致，把这个大致的这个效果学到了就可以。如果说一个颜色比较生硬，你可以来回刷几趟，这个地方的颜色它其实是一点发青一点点，发天蓝一点的颜色去给它。你看这一小块这个颜色是不是有点发天蓝，有点发青一点点的？如果太突兀了，稍微的给这样子揉一点点啊，点一点别的颜色进去。其实我跟大家讲，像这种白衣服，你仔细观察，你会发现它那个颜色有那么几个点，在这张画面中，它的这个颜色主要是有，我就直接就说它的印象色哈，这样子一个稍微发蓝紫一点的。
还有一点点稍微发黄绿一点点的，还有一点稍微发品红一点点的。这个我就是说我不教，因为这个是色感，你没法教。甚至我跟你讲，有些人他可能稍微有一点色弱，其实他生理上他就看不出来这个效果。但是我还是要说，那你如果是你这个地方你实在看不出来，你怎么办？你记就死记硬背，就是抄那个什么抄名画的作用就在这里。这个东西又没有版权，然后那个大师他这个地方已经整洁好了，就是一部分的东西，那你就可以把它死记硬背一下，就内化成你自己的内容。注意，我这个地方用的颜色不是说它这个地方原本的颜色，而是说它印象，我们看这个地方印象的一些什么，本质上是色彩倾向。色彩倾向不等于色彩。你看，就像我之前补充的，你这个地方有个红色，你这个地方有个灰色，灰色它其实是没有色彩的，但是你在红色里头，这个灰色会发冷，这个冷就是它的色彩倾向。这个色彩倾向指的是我们这个人眼综合下来对这个地方色彩的感觉，但是你往往这个地方颜色一取，跟你实际上感觉的是有差距。比方说这个地方你感觉它是一个蓝紫色，但是你一取你会发现它是个非常灰的颜色，它那个蓝紫色这样就没有那么强了。一定要理解这个色彩倾向的这个定义哈。你比方说你这张图，你对这个色彩倾向你已经有个大致的感触了，你直接把这个色彩倾向内化一下，看这个地方稍微有点带着黄绿的这样的一个效果。注意这个颜色轻轻扫，你看有一些色彩倾向，这个地方轻扫过去，让它这样子有一点层层叠印的那种感觉。这里我跟大家讲，心态上你要注意一点。你看我现在画的这个颜色，我就实话实说，是不是不如人家这个大师画的好看？不如人家画的好看就对了。就很多同学他学的时候他有一个执念，我怎么能感受到我这个地方我真的学到位了，我就要100%去复刻它，去给它做的很好，做的跟它一模一样，做的很像，才叫做我才能确保我学到位了。我觉得没有必要去纠结这点。做练习也是这个样子的，你做的过程中，就是你比你之前就感受到的要多就可以了。然后现在整个过程，你看它这个颜色稍微有点杂糅，整体可以再往上面去这样的微叠一层，直接叠一层，把它这个效果打得更隐约。看见没有？你看我画的时候，我先去给它搞倾向，这个倾向在这个地方，你看用这个颜色它不是准确的，而且它用多了，我感觉这个地方有点花。我把这个倾向都做的差不多之后，我再整个往上叠一叠，这样子我既复杂，而且我还就是什么，我不是一下子画到位，画的这么变化这么平均的，变化这么微妙的，不是的，就是油画它其实也是，因为油画它也是一层一层层层叠叠上去的。虽然我没见过那些那种已经死了的名家的作画过程，但是我至少从我自己作画的感受，我包括我在画油画，因为你是可以覆盖的，你有些地方这个东西你为了丰富性你做过了没关系，因为你之后你可以直接在往上覆盖一层。你要明白它这种手法上的这种小巧思哈，这个地方整体发黄发红一点，你看就直接给就行了。其实你只要色彩倾向大差不差，它不会有什么大问题。甚至我跟你讲，这个地方其实你可以去做一点高饱和的常色。为什么我说这个地方你可以去做一点高饱和的常色？因为我跟你讲，以前的尤其是画油画的没这个条件，因为他们用的是什么？因为他们用的是颜料，你要明白这一点。他们用的是颜料，在这种我刚刚忘了这个涂层，它是一个正片叠体涂层，你常色最后一步再做，你不要在正片叠体涂层上做。你等这个做的差不多了之后你再做，因为他们之前用的是颜料，它没有亮度，你颜料混合在一起只能越混越黑，越混越暗，颜料是没有亮度的。但是我们现在用的是电子屏，电子屏是有亮度的，有亮度它就可以确保能做出高饱和的颜色，这点是很关键的。整个这个亮部感觉更黄一点。但是我们现在暗部已经上颜色，你比方说如果我要调整这个地方，我选择反选，因为我只想动这个亮部的色相，我不想动这个暗部的色相，所以我亮部的这个地方反选的时候，把这个地方打得更黄一点点。我跟你讲，其实像这种淡黄色和这个淡粉色，你都可以多打一点点，多过渡一点点。有些地方杂糅一点点这种稍微泛蓝一点的这个颜色，让这个亮部的这个色彩也丰富一点点。底下的阴影手动画一画。这个地方其实我在进行一个主观处理了，我只要确定这个地方的颜色它是发蓝的。它可以有点发紫，它现在这个纯蓝的这个效果也可以，但是纯蓝的这个效果它可能会跟这个衣服有点脱节，所以说如果想跟这个衣服的这个蓝紫色有点接近，再去加一点点紫色啊，印晕这种紫色。我跟你讲，这个过程中我没有按部就班的照着它原来这个色相去做倾斜，根据我对它这个色相的感知上去做，我甚至可以强调一点，把这个地方的紫色做的饱和度更高。但是同学，你如果色感不好，这里色感不好是什么？你要对你自己的颜色有衡量。我经常我也说自己人体不好，客观一点看待自己。有些同学他倾向于习惯找自己哪里不好。有些同学他觉得自己这个地方不好，他就会觉得自己很失败。尤其是比方说做练习或者说什么，他有一种想要给自己争口气，或者说什么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那种意识。但是我觉得这些都不是做练习的正常心态，包括上课也是。你如果这个地方你感触比较弱比较差，平常心去看待它，你越是这个样子，你做练习你越要稳扎稳打，越要有这种对自己负责的那种意识。阿尔法锁定，我直接把亮部提取出来，要不然每次调整亮部还怪麻烦的。
稍微再杂糅一下。你看整个的它现在这个效果差不多，你看它这个地方边缘是不是有点发粉？这个粉它是不是说有点黄黄的？这个边缘有点发那种像这种，但这个颜色它其实就是说我们在解读的时候，就很多同学他肉粉色和这种淡的这种紫灰色是分不清的。你如果是说在冷色调里头，你要明白淡紫灰色它是一个用来复合的颜色，它其实是融入冷色调的，它是跟冷色是个临近色，但是这个淡肉粉色它是一个对比色，这两者要分清楚，这点一定很重要。你如果弄混了会造成什么情况呢？有很多同学就是这样，他一画冷色调，整个其他地方都画的挺好的，一上冷色调，它中间那个暖色不知道怎么放，为什么？因为它直接取他认知中的暖色，比方说它整个淡紫色色调还想这是个很蓝的颜色，很蓝的这个色调或者说什么样子，它一到取这个肤色，它就直接往这个什么红色上取了，就导致他始终觉得这个颜色是脱节的，融入不了的。这个颜色它是一个对比的颜色，这个淡紫灰色它是一个融入的颜色，所以说你其实你就画冷色调的肤色，你不要画那种直接取那个什么的颜色，你要取一个淡紫灰色，差不多这个样子。就是很多时候你取一个淡紫灰色，它是这样子一个肤色，这个对比不太明显，因为我这个背景有点太那个什么了，还是有点脱灰的啊，这个蓝色提的更明显一点。这样就是我比方说同样是脸，能不能感受到其中的区别了？这个颜色它是一个什么？它是一个复合的颜色。如果说你真的就很想让它肤色有点透粉效果，你先给它做这个底子，你再拿点这种淡粉色，你稍微在上面擦揉一下，就你稍微在里头很悄摸摸的加那么几滴一样，你懂吗？主打一个氛围感。但是这个颜色你没有发现像这种肉粉色吗？它进去它就变成了一个实打实的对比色。一定要去理解它俩的区别。像这张图中也是，其实这个地方的边缘，可能有同学他觉得发粉的去向，就是它有两种选择，在这里你可以处理成一个淡粉色，如果是处理成一个淡肉粉色，是一个对比；如果说你处理一个淡紫灰色，它就是一个在这个地方，它其实相当于是一种延伸啊，去理解一下。在这张图中，它两个颜色都是可以的，其实它是一个小边缘，它不挡害，它不起什么特别大的作用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全都要，你看。它就会有那种延伸感或者接洽感，但是也可以这样的，我全都要。这个地方你看这样子，它就会有种对比感和这个地方的。那你可以这样的，我都要，我一会儿换这个，一会儿换那个，都可以。你如果实在确定不好，你直接这个地方弄个边儿，你画完之后你就换这个色相，你对比一下，你觉得哪个好？也很常见啊，我画画也是这个样子。就不要以为画画，不要以为你色感好，你画画就不狼狈了。至少对于我这种水平的画手是这样子的，我很诚实，肯定有一些老师他画画贼牛，在那个颜色上来就一上手就来，但是对我来讲，我每次画画的时候，从人体再到透视再到颜色，超级纠结，翻来覆去，这边换那边换，这边试那边试，就到我现在这个样子也是不停的去折磨一下我自己啊。这个地方那个倾向上这些地方，我快速的去过一下，你基本上按照原来那个倾向大致去走一下。你在这个过程中，你尽量选纯正一点颜色。其实一开始它这个地方已经就是说有点灰了，我们一开始选的这个颜色本来就是一个小灰调，就是一个带色彩倾向的一个小灰色，所以你这个地方如果是用颜色用纯一点点，这个地方你看射掉了一个绿色。我刚刚有没有发现我用的是这个地方的绿色，但是我总觉得不对，一用就脏了。为什么这个地方的绿色会脏？为什么我要选择变成一个蓝绿色？这个其实涉及到一个色彩很微妙，就是你这个地方我跟你讲，它就跟做公式一样哈，这就好比如果一个男的跟你说他180，你要猜他是175，他如果他说179，那他肯定说什么？他没到179，就一样的道理。比方说，你看这个颜色，你觉得它发绿，但是它在一个蓝紫的调性中，其实你对它的这个主体判断是什么？你要有这么几个判断。第一个是它是不是一个更偏绿的蓝的灰布？那一个是绿啊，一个是绿，一个是蓝 LV 和 LA 啊。你看绿跟蓝，你首先灰布，你要判断它是不是一个偏绿的，蓝的灰布，什么意思呢？哈，很多情况下色相上那个偏差，它不会以很纯的这种方式呈现出来，就是你这种比较纯，你就换色相就真的在换色相了。但是很多时候，比方说，我看我画这个颜色，我想让这个颜色上面有个绿的倾向，我不会直接给绿色。你一给绿色，你就容易脏了。我跟你讲，给绿灰色很容易脏。你实际上如果这个地方要给绿灰色，怎么把这个转盘往这里转，走更灰的一点效果。你有没有发现？有没有觉得这个倾向发绿？这个颜色实际走过来是一个什么颜色？那这个颜色实际上它是个青色，它其实你如果我单独的把这个地方粘出来，你会觉得它跟绿一点都不搭边，但是它就是这个样子，因为它这个色盘上它往绿更偏了，所以你要先去什么？你要先去怀疑它是不是这样子，这是逐渐递进的。再就怀疑是不是蓝绿色啊，蓝绿色的灰布，就是灰色会让你这么的这个 confusing， 让你晕头转向的。你纯色的话，你其实基本上你就比较好认一点了。这个东西我们看图就是猜这个颜色，你包括你自己去上色也是这样子的。比方说你到塑造的地方，你这个地方你这个底方这个光色是这样子，这块它有一个绿色斑纹和固有色，有很多东西它直接大绿色就糊上去了。
如果是说被老师批作业了，我说你这个绿色用的深，他就会觉得很奇怪。老师，蓝色和绿色明明接得很近，它明明是邻近色，为什么我这个地方上绿色它会不对？你走的太过了啊！你想象一下，如果有驾照的同学，你想象一下，你开车你转弯，你哪次就是你如果说你变个车道，难道你要把方向盘打死吗？那不可能，你把方向盘打死，你只需要把方向盘稍微一轻，它的车道一码就变上去了。颜色也是一样的，你就想象这是你的方向盘，没学车的同学可以去学个车体会一下。你就想象这是你的方向盘，其实你就是色彩，它是一个很敏感的概念。大家去玩一下找色块的游戏是吧？你哪怕那个色感好的人是吧？哪怕这个颜色它就差那么一点点，它也可以识别出来。你既然色块会让这么敏感，你自己画的时候你也要给予这么相应的这种敏感度去处理。你稍微微微一转这个地方，它的色相上就会，它在这个对比下就会形成区别。一定要明白，很多时候我们搞的是这个什么？是倾向啊，倾向问题。你要知道，所有的色彩是倾向，并不是色彩本身，你懂吗？就像你高考一样，你高考就是你考700多分是很高，但是如果你们那个地方所有考生都考700多分，你照样你还是考不上。所以说，实际上你高考表面上你考的是分数，你背地里你最终考的是什么？考的是比例呀。色彩也是一样的，它也是一种对比中的一个动态的关系。它并不是说这个地方真的是这个颜色，我们背后其实我们真正关心的是什么？是它的倾向问题。以后你要用倾向的这种想法去思考色彩，不要很生搬硬套的说，我这个地方我加粉色就跟加什么颜色，不是这种想法。你偏灰绿的，但是它你单看你还是觉得它是个蓝色这样的灰布，蓝绿色的灰布。你看这个地方蓝绿色的这个灰布，你看这个地方有没有觉得它更绿了？有没有觉得跟这个相比，右边的这个更绿了？还有一种真的灰色了。大家你对比一下，我单把这个绿拿出来。这是一个什么颜色？这是一个很绿的颜色，有没有发现？当它的灰布在这个地方，它发黄了，这就是色彩的一个相对对比的一个关系。是纯绿色的灰布，这个地方的灰布通常它会有一种什么？它会有一种发暖的一个倾向。什么时候有这个倾向？还有这个倾向到底有多厉害呢？取决于你这底下这个蓝色底的这个冷调，它到底有多冷。如果它底下这个调它本来就没有很冷，它如果底下就是这个灰，那它发暖的倾向还不会很严重。但如果它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很纯的蓝色，很冷的这个蓝色，那它发暖的倾向就会更厉害。这个跟你这个地方也是有关系，它整个都是一种很动态的关系啊。它这个地方蓝绿色。下一步它有一个什么暖绿色啊，暖绿色的灰布，那它就是什么？它就是更暖了。它整个它是这样子一个递进的一个阶段。这个地方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发绿？但你要是考虑到这是一个比较发蓝紫的调性，那我一开始我根据我的这个感觉，我取了一个暖绿色的灰布的。你看，但它不合适，我就直接我再往上我去挑一个阶层，取到一个纯绿色，我感觉还是不合适，然后我直接取了一个蓝绿色的灰布。这个地方你看，我取一个蓝绿色的灰布，我最终我才觉得这个地方的颜色怎么样，比较合适啊，感受一下。中间它是这个过程，暖色其实也是同理，有一点点递进的一个效果，还是一样。你可以画这个倾向，剩下我这不多费口舌了，我赶紧先把这个地方我再多画一画。你看，在这个过程中我甚至都不怎么收敛，它这个地方颜色很明显，有些地方它不太准，但是无所谓啊，我们后边会统一给它压一下。所以你先在这一步，你先看到什么色彩倾向，你先给上去啊。但现在这个颜色有点杂了，对不对？再取一个差不多的这样子的颜色，直接就这样子印一下，一印它是不是感觉就细腻了很多？感觉它这个变化就比较细腻了一点。它这个画的很丰富，而且我跟你讲，为什么你画这种图你会觉得很折磨？因为它是用颜料，它用刷子刷上去的。我跟你讲，像这种混色，其实你都不用怎么费心思。如果是说有那种考学经验的同学应该知道，你可以直接调色板，你取几个色，你这个刷子，你看这样的一个刷子。你可能一边勾一个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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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往上一刷是吧？它自然而然就混了，还混得很细腻，混得也不脏，就这个样子。你到 iPad 你想要复刻这种混色，除非你有那种很好用的比较特殊的笔刷，要不然你复刻这个东西，你确实会学得有点艰难这个样子。但是没关系，你只要保持个大致的这个逻辑就可以了。下面这个阶段我要进行一些我自己的发明创造。第一点是什么？这个地方这块这个颜色，因为它整体它是比较轻，它的边儿比较隐约，所以说我觉得可以不用真面滴，你直接用一个正常的给它就行。好，给它这个颜色饱和度选的高一点点。这个地方颜色你会感觉它有点绿，它整个是混在一起的。你如果想要去严谨复刻，你可以之后你在这个调整图层上，你再有一些这个地方你就手动的再去调整一下，你就按照它这个倾向上这个样子。为什么用这个笔刷？你看它柔柔的、轻轻的，一下它就可以把倾向它稍微的叠在上面，它又不会特别过。你要想重叠，它也可以叠下来。就这种就这个其实它笔刷没什么特殊的，它就这个压感参数设置的。但是我其实不同的这个东西我也都给大家提供了，就是把这个地方设置很灵敏就可以了。你如果想要去更接近原作，可以这个地方你再去杂糅一下。但是你如果这个地方我不杂糅，我按照
我自己舒服的方式来，可不可以？也可以，因为你这个地方它是个小区域的亮一点点的对比色，它自由度会大一些的，你要明白这一点。我就先按照这种方式去来，下面我要进行一些我自己的发挥了哈，看一下。首先的明暗交线，如果有同学他不知道怎么取的话，也可以学我像这样再取一下子，然后选择把这个地方什么清除掉，然后我们现在就留下来一个线，剪辑蒙版。你看它这个地方就有点勾边的这个小效果了啊，先去把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明暗交线，我去给它处理一下子，给它一个倾向稍微亮一点点，有种温润的这种发亮的感觉。选衡颜色相，其实现在这个粉色相，你要是像原来这样的黄一点的色相也都可以。这个明暗交线，你看一旦做了这个修饰，它这个颜色就不太一样了。继续往这个画面藏一些纯色，它其实原图也做了，原图它可能做不了那么纯，我去藏一些更纯的颜色。这个就属于我个人的审美偏好了，我不要求每个同学都像我这样去做。关于藏色的这个东西，我之前是不是有跟大家去讲过？这种地方推荐你，如果要用，你用那种比较肌理的这种方式，你去给一下。像这种比较松松的呀，或者说什么哈，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多给一给。有点太重了，给的再隐约一点。笔刷的这个色彩倾向就是说比较重一点。然后它整个的这个肌理啊，你可以找个油画肌理这样子给它垫一下子。这个主体人物这个地方，我再去做一些处理。我按照我的个人的审美喜好，大家看一下。我比方说这张练习，有一部分是我在学习的部分，那进入到这一部分，我就根据我自己的原来的画风啊，去进行发挥创造的部分了。但是这是有一个什么前提，就是我有画风，我已经有一定基础。有些同学如果你自己没基础，你就不要贸然去发挥去创造它了。还在这个线稿图层前，你看一些高饱和的这种什么透光透亮的颜色啊，去给它，你看就是不停的去藏一些什么饱和度高一点的亮一点的颜色，高饱和的小颜色，如果控制不好，你可以像我这样藏的这个位置小小的，你懂吗？你哪怕你这个地方你如果做不好了也无所谓，因为它位置小小的，它不会有很大的问题。你感受一下，其他的边缘其实多泛一点这个颜色。注意，你看这个地方的颜色就是一点点什么，一点点小心机了。为什么是一点小心机呢？因为其实你在这个色调中，而且你在这个光线下，你在这个地方天光的下，你这个地方肯定不会是一个什么比较透红的粉红色。但是这个地方是我们的焦点，首位也是什么？我们的一个焦点，而且它也在焦点周围。所以说我这个地方我就是在色彩上，这个时候我会使用一点小心机。第一点什么？它是一个对比色，而且这两个粉色跟这个天蓝色对比，它是一个和谐的对比色，它并没有很突兀。第二是什么？它这个纯度挺那个什么的，但是因为它面积很小，所以它不会破坏整个画面的大调性。但是你一加的话，你会让它感觉什么？我感觉这个地方颜色就变得不一样了。你会觉得你整个的地方你会被它扯着走到这个什么，走到这个对比的方向，你就更容易注意到我们这些焦点这个地方的位置，就一些小心机啊。但这个地方也可以是藏一点点的比较透一点的颜色进去。这个边缘再去给一点点什么，就按照我的画风，我这些地方就会再给一点点金箔的这个效果。当然现在在这个画面中，尤其是暗部多给一点点，但是克制的给啊，就不要给特别的那个什么。刚刚那个划分有点太平均了。它如果是一张插图，我再跟你看，我会继续去走哪些花活，达成我的画风的效果。首先呢，像这些地方加点光效，透一透啊，就是在这个比较边缘的一些地方，它这个添加有点太发白了，所以说可以给它换成什么？换成绿色呀，或者覆盖啊，都比较合适。感觉这个覆盖比较合适一些。这个地方的饱和度有点削弱了啊，换一个饱和度高一点的，让它这块继续就是说什么没有被特别削弱啊。这样子多擦一擦，多印晕一下，把它这个亮部的这种暖光晕染的这个效果，把这个喷枪给它晕得更那个什么一点，晕得更明显一点，稍微带一点点到那个边缘去。大家想象一下，你有没有见过胶片摄影？它的这个边缘，它那个都会有种晕染感，它那个颜色会有种易散感。这就是什么，就很无脑的去做一些这种装饰了。这个时候，我一般会加2层泛光，第一层泛光是用来做什么？做出这个亮片的这个层次，因为你会发现有一些亮本来这个地方都是很均匀的，再加了一层泛光，就有一些变得很亮，有一些变得就是没那么亮，它亮点的层次就被分出来了。第2层泛光做这个边缘了，你看。把这个尺寸给它做的有点易散感，给它尺寸做的是比较局限于光点边缘，让它有种晕光感啊，稍微调整一下整个的个别的光点的位置啊之类的，调整一下整体的这个色相啊，包括它这个饱和度啊，整个画面可能再去加一点点这种装饰的一点的这种效果，也是再加点泛光的那种晕染的那种感觉哈。我泛光很常用啊，非常常用，提高一点点饱和度啊，让它这个地方不要特别的扰乱我们的这个背景，或者其实你可以降低一点这种透明度啊。那现在整个的刻画还比较简单，它如果再刻画的更复杂，整个效果才会
更往前探一步，就包括你背后的那种什么呀之类的哈。整个比方说这些地方都做完了，我们来这样子把这个图片提取出来，我们再去给它提取线稿。怎么提取线稿呢？复制一遍，点上面的那个选择划分啊，点击剪辑蒙版。这个时候点开高斯模糊，大概1%、2%比例就行，1%的比例就可以了。这样子，双指一捏，合并之后是这个地方，我们再用正边叠把它这个地方的再去强调一下。你看做完之后，它这个边缘它会变得什么？更凝实一点，控制一下它这个比例哈，这个就是说相当于是一种小锐化了啊，稍微锐一锐那种效果。整个其实你看，按照我的风格去做，就是这么走。就这个过程中它不会有做脏的过程，因为其实你一直是跟着那个图片走的。整个的它现在原图色相上它可能会有点变化，这个时候再去叠加一点点柔光，统一一下它整个的这个色调。柔光还可以继续什么？继续渲染一些啊，有一些地方它这样子渲染，这样子它后面它又有一次整体的调整，整个的就是什么？对比一下，就这样去做它。